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迪，欢迎回到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前一阵子我一直在生病感冒啊，现在终于好一点了。送上我最喜欢的视频主题：夏天怎么能没有的防晒。我最近试的护肤品好像没有那么 lucky， 没有特别让我觉得惊艳的，甚至还有些踩雷的。先说物理防晒霜，只有氧化锌和二氧化钛为主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防晒剂的成分的。第一个是上一集被我吐槽的 Fenty Beauty 的润色矿物防晒，它是新改版了的小黄啊，它有出第一代，这已经是第二代了。我怀着对这个品牌的信任，觉得第二代应该有一些进步了吧，并没有。延展性巨好，油得不得了，一蹭满手是，永远不成膜。它的润色也是偏深的那种，本来我是喜欢健康肤色的啊，我不喜欢粉底或者防晒涂上以后白白的感觉，但这个健康肤色健康到18铜人的即视感，看到它的一定要避雷啊，这个价格也不低。下面是很喜欢的矿物防晒了，我用到一个中样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的，是 Dr. Jart Every Sunday Mineral Sunscreen。Dr. Jart 是韩国的品牌嘛，但这一款是在美国的丝芙兰有卖的。当时让我心动的是，它网上说是 matte finish， 完全雾面的质地。那矿物防晒能达到雾面是很难得的，而且是在它不搓泥的情况下是更难了。这款它上脸很舒适，是乳白色的面霜质地，刚上脸可能有微微泛白，但过个1-2分钟自动 set， 甚至有雾面的感觉。你之后是不用定妆粉，你脸都是干爽的。同时你会感受到它的保湿力，我早上用它是可以省略掉面霜的，不油不干，做的哪都刚刚好的防晒。它的氧化锌有11%，二氧化钛有4%。我涂它去公园一整天也没有说有出现晒斑呀，或者有晒红的情况。要说唯一的缺点是我有看它成分，它里面有添加了 citrus oil， 柠檬的油。柠檬提取的油呢，如果它的浓度做得不好的话，有可能是会导致光敏性的，它受光之后分解，然后对敏感性的皮肤会有刺激。那如果是大厂出的呢，品牌比较安心的话，它浓度是微量元素的话，是会比较安全的。味道确实可以闻到一些的柠檬香，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脸上容易泛红的人的话，还是要避免它。我可能要抢我儿子的防晒霜用了，这本来是给他买的。安耐晒的物理防晒 SPF 35这款，它是 Moisture UV， 一款保湿的，敏感肌可以用，儿童可以用，无酒精无添加不泛白的物理防晒霜。我最近用觉得真的好好用啊，它就像面霜乳液的那种感觉，日乳啊那种 gel 的质感，保湿完全不油腻，没有油光。我今天特意在粉底之前厚厚的上一层，然后又厚厚的上一层粉底，完全没有任何起皮呀、搓泥呀、泛白的情况。第一次我知道它好像是听安娜推荐的吧，当时在网上不太好买，然后这次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呢，在松本清的店里买了。我给我儿子用，他也特别喜欢，因为完全不会泛白嘛，不像那种欧美的物理防晒，恨不得抹上脸都是一条一条的那个白色。你给孩子抹呢，他就不会那么抗拒了。我觉得日本的防晒，它自己是有点小心机的，一般防晒霜里面都会添加一些控油的粉末成分，像它是添加了 silica， 这种硅石、二氧化硅，通常是出现在我们散粉里面，帮助你吸附着油脂颗粒，让脸看起来比较干爽。有的是添加酒精的，去减少泛油，这款是完全没有酒精的，它是专门给孩子用，给孕妇使用的。然后是贝亲的这款 Baby Milk SPF 50，它我是在天猫的旗舰店买的，这一个月基本上是用光光了。它的防晒力是比资生堂这个更强一点的 SPF 50，然后有防水防汗的能力，更适合你去海边或者玩水的时候使用。它是涂改液的质地嘛，摇一摇的那种，涂改液质地的控油力极强，
甚至涂在手上有一种粉末状的感觉。那其实它也没有用酒精啊，这也是 baby 用的嘛，它没有添加酒精，没有各种香料，什么都没有。它用的是 Dimethicone， 用的是2甲硅油，也是一个化妆品里面经常出现成分，通常添加在粉底液呀，还有一些面霜里面，让你整个脸有一个清爽的感觉。然后还添加了 Ceramide、维生素 E、玻尿酸等等，给你进一步保湿，避免下午脸会拔干的，使用感很好的儿童防晒。我好希望欧美防晒都做成这样。欧美系里面我比较喜欢的儿童防晒只有，我其实还在发掘啊，但目前最喜欢的还是蓝蜥蜴 Blue Lizard Baby 那款。那它可能刚上脸会比较白，但它控油啊，还有整个防水防汗的能力都很好。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很多人问我的 Baby 的防晒霜怎么卸除，需不需要用卸妆油啊什么的？其实是不需要的，你只需要用一个软毛巾，那种软的婴儿毛巾，然后蘸水轻轻擦拭皮肤，基本上都可以卸掉。那像这种特别防水的呢，你可以加一些沐浴油，或者还是用刚才那个毛巾蘸取那些沐浴露，再擦拭皮肤，最后用清水一洗就掉了。如果你不是敏感肌呢，其实化学防晒剂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尤其是夏天很炎热的时候，因为它通常比较清爽，肤感会比较好，同时它防晒黑，就防晒的能力其实是更强的，因为你从光谱线上看，它比传统的物理防晒剂要高很多。那今天说的主要是美系的一些化学防晒霜。如果你想看新型防晒剂呢，可以去看第1集，有日系还有韩系的。美系的化学防晒剂可以防 UVA 的 FDA 批准的只有一个，少得可怜 avobenzone 阿氟苯宗。其实它本身它的防晒力，就防晒值还是很强的，但是它是容易分解，所以我们通常呢用其他的成分去稳定它的能力。研究表明，最有效可以稳定阿氟苯宗的防晒值的就是 octocrylene 奥克利林，所以基本美系防晒霜都是这个标配：阿氟苯宗、homosalate、oxysalate 还有 octocrylene。市面上的防晒霜大部分都改版了，取消了对皮肤有一些刺激的，像 octinoxate， 还有我非常不推荐的 oxybenzone 2苯酮3。如果这个成分你看见你防晒霜里面有了，就不要再用了，因为它是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大的，尤其孕妇还有儿童是不能使用的。先说北美资生堂新出的这款 Vita Clear 还是 Vita Clear 小白瓶，它新出了一个化学防晒剂的版本。那我这个也是中样啊，个人感觉性价比不太高，这个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，我可以买到比它好用很多的化学防晒。但我还是想说一下它，因为它用的一个是 Invisible Protection Vitamin C 去稳定阿氟苯宗的能力。那这里面的维生素 C， 你以为会是美白的提亮的吗？不是，它只是一个辅助剂，防晒辅助剂而已。因为它的成分是低于防腐剂还有 pH 酸碱调节剂这些的，所以它估计只有0.几的浓度吧。你靠它美白，靠它淡斑是不可能的，最多是用来辅助这 avobenzone 的能力。而且我说它的肤感啊，真的不是最好的，蛮油润的，好像也不太容易成膜，你需要用散粉啊，很多的粉状的产品去定妆，并且它还是添加了变性酒精，也添加了香料。按说有酒精的不应该是成膜很快吗？它也并没有。旧版的白胖子啊，就北美那个白胖子，还是我心中丝芙兰防晒的第1名，可惜它停产了。换的那个新版的白胖子，就雾化结合的那款，是带润色的了，不是白色的那种了，也没有之前的好用了，整体是偏油，也没有给你有点微微提亮肤色，让你肤色变好的感觉了。然后他又出了这个 Vita Clear， 我也是满心欢喜，觉得会不会可能可以超越白胖子的东西呢？也并没有，比那2款还要平平无奇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资生堂，请去买亚洲版的或者日版的资生堂吧。
宝拉珍选的这款 Clear 祛痘系列的日间轻薄防晒乳 SPF 30，我最近1个月都在用它，非常轻薄，成膜快，不油腻，在美系防晒霜算是比较能打的了。它用的呢是一些抗氧化物去增加阿芙本宗的能力，像洋甘菊提取、葡萄籽还有绿茶提取。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抱歉，因为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，它的成分里面竟然含有 octinoxate， 有桂皮酸盐。我刚才说的，我比较介意的一个化学防晒剂，因为实验有研究，它在动物实验中对雌激素有影响，所以也是一个没有那么安全成分，并且它也不是海洋友善的。所以我近期吧，这几年我都是在避免这个成分的。我也是才发现它有这个，我以为它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很传统的美系防晒嘛。那如果你不是敏感肌呢，或者你很喜欢宝拉家产品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最后这款不能再踩雷了，我很喜欢的 Innisfree 的 Daily UV Defense， 也是北美丝芙兰有卖的。它是出了一个北美版的这个版本，用的是传统的化学防晒。我前几年有测评过它那个韩国版的，当时也是我的最爱，非常轻薄水润。美系这个基本上做的一样，很好推开，很适合妆前使用，完全不会油腻，舒服无感，上在脸上完全没有那种防晒霜的味道。那它用的是一些抗氧化物的提取，去增强 AV 斑族的能力。它是没有 octocrylene 的，所以它只有3个化学防晒剂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的防晒指数没有标到特别高 ，SPF 36算是比较中肯的了。绿茶提取、向日葵提取、维生素 E、葵花籽油等等，来做一个日间的抗氧化。这个价格拿到这个配方算是很良心的了，只要10几美金，应该是丝芙兰防晒霜里面最平价的一个了。人无完人嘛，它也是有一点点缺点的，也是有 citrus oil， 有柠檬香的提取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拿它来补涂，像涂手啊、手背也是需要防晒的哦。那我现在手上是没有长一点点斑点的，因为我看我妈妈、奶奶那一辈的人，他们手上都是有黑的或者棕的那种小点点嘛，都没有做好防晒引起的一些晒斑。所以我们出门除了擦脸，手也要防护到。这种小小一支很适合放在包包里。擦个手啊，擦个脖子呀，也可以来补涂。比如说到下午脸上有一点干了，或者防晒还想补的话，你可以擦在颧骨，它又是比较清爽的，不会油腻，你之后再铺个散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今天这期防晒测评呢，可能有点长，主要跟你们说了一说我平常选防晒霜的一些点吧，像有些成分需要避免的呀，有哪些成分可以稳定它的防晒值的啊，给日后你们选择新的防晒霜也做个参考。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哦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最后我还要说一下，不管你擦多厚的防晒霜，硬防晒还是很重要的。ABC 原则，尽量避免在正午去直晒到太阳，然后一定要晒呢，记得打一个伞，或者像我平常都是戴帽子才出门的。好，我不再啰嗦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